他再打一場像越戰這樣的一個無窮無盡的戰爭，美國就一定被拖垮。中俄怎麼可能會就袖手旁觀呢？那麼無人機只要用不完、打不光，再來就是飞彈了。那麼对於飞彈的这個制作，伊朗也許沒問題，可是晶片的來源呢？所以如果中芯國際願意提供晶片，那麼你接下來對於伊朗這種不對稱戰爭的飛彈跟無人機，它可以源源不絕的補充，那麼這場戰爭就打得無窮無盡。我們要持續討論中東戰爭的一些軍武話題哦。伊朗現在他們低成本高消耗的這個戰術呢，還有無人機密集的攻勢還在持續，而且日前啊還真的打到了一尾大魚哦。我們來看看這些被美軍被襲擊的地點哦，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蘇爾坦王子空軍基地，還有阿曼的沙拉拉港外海的美軍哦後勤艦艇，現在都被戰火給覆蓋。那最慘烈，然後吸引媒體關注的，就是這個可以看到被打到都已經腰斬的這一架飛機哦，大名鼎鼎哦，空中之眼E3預警機被炸到腰斬，而且它的受損嚴重，有超過10名的美軍因此受傷。那除此这個表格之外，其實還有很多的美軍單位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好，這個E3預警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我們來看。有一位前 F-16的軍官呢，他就比喻過這台飛機，說啊，在戰爭的時候呢，E3預警機就像是棋手，而他們這些戰鬥機的操作人員跟負責打擊的這些戰鬥機群呢，就是棋子。可見 E3呢在空中戰力哦，這個維持整個調兵啊、潛降啊，扮演他們看這個整個空中環節跟視野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這麼重要的昂貴的飛機都被打爛了，還有剛剛說的艦艇被打啦，基地被穿透等等。我們看到伊朗現在的戰術，還有他們的飛彈擊中的成功率是越來越高了，也開始突破了美軍防空體系，造成殺傷。那這個關鍵點是什麼？為什麼在前面1個月我們看到伊朗出動了很多飛彈，但是作用並沒有很好，但是進入到第2個月，他們現在成功率在提升了，發現了什麼開竅的地方？艦長。我們如果說看到現在這個美軍或者是以色列攻擊伊朗的狀況約略是如此，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在伊朗上面的一點一點呢，也就是美軍跟以色列的攻擊。那但是呢，我們看到其他的紅點的部分呢，也就是伊朗對於這些波斯灣周邊的國家，以及對於以色列的攻擊。那我們在這裡面呢，其實可以看一個重點啊，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第一時間看到的都是預警機以及薩德之眼被攻擊？因為其實這個美軍當初的設計啊，也就是在這個波斯灣的國家以及前往這個以色列飛行的路上面有非常多的雷達，每一個藍色的圈圈都是一種雷達，但是這些雷達慢慢的都已經被破壞了。那當被破壞了之後，也就是它沒有預警的來源，那也就只能靠預警機了。那靠預警機呢，其實預警機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但是我們這次看到的，也就是在之前它停在這個位置，但是我們如果看它這一個殘骸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其實它應該是從它的右側直接有一架無人機這樣子破壞的，所以把它整個幾乎都打斷了。這個是什麼原因？也就是美國的順風球打多了，然後他認為呢，伊朗不是個對手，他停在這一個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蘇丹王子基地應該是安全的，但是事實不是如此啊。我們來看，對於美軍來講，美軍的教範寫得非常清楚啊，他的敏捷作戰部署裡面講到說，其實他的機動就是必須要能夠增強它的靈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優先考慮它的一個機動性，以及它要能夠保護它的安全。可是現在他們都完全的停在這個機坪上面，就是沒有顧到它的安全。那至於說現在他們對於整個波斯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哈爾格島或者是霍姆茲海峽，其實他們靠的就是這一些預警機，能夠提供這個有關於他們要攻擊的，無論是哈爾克島或者是這一個霍姆茲海峽，就是這一些作為一種預警之用。但是其實我們坦白的講，這些預警機呢，它對於這一個我們講到無人機比較能夠有效徵收，而且預警機其實在現代戰爭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我們一直講 data link， 或者是講說 A 射 B 導，
A 射 B 島或 Data Link 的重要的節點，也就是預警機啊。那預警機提供的，也就是對於目標的位置，然後才能夠指揮這些載空機去打。那但是如果說它沒有辦法有效的進行預警，那就像現在有人說沒關係嘛，只被打了一架E3嘛，可以到那個沙漠墳場裡面，因為美國其實它有封存非常多架，你可以繼續撿回來。這真是大錯特錯。為什麼？因為拖回來之後，他們最起碼要進行半年到8個月以上的時間進行解封，然後重新的檢查各種線路，然後配裝新的發動機這一些。那問題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伊拉克，那這個戰場等得了半年到8個月嗎？如果打了半年到8個月，那美國慘了，那就證明他一腳踩到泥淖裡面去。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起點，但是呢，他告訴了大家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 Foreign Affairs， 他早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沒有為未來的戰爭做好準備。這個戰爭呢，其實他講到的，也就是有關於無人機的部分。那他現在沒有辦法做有效的預警。其實無人機最重要的並不是攻擊，因為攻擊無人機是一件相對比較簡單的事情。無人機最困難的就是預警，你要知道它的存在。那通常我們看來看去，大家都不知道無人機來了，然後就被無人機打中了。所以其實如何有效的掃描整個頻譜，那得知無人機即將到達，然後動員所有的火炮或者是短程飛彈，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美國還沒想通這一點。是，好，這一次伊朗的攻擊呢，成功打掉了一台E3空中之眼，但更可怕的可能還在後面，因為美軍他們原本是信誓旦旦啊，包含剛開戰的第1周、第2周，他們宣稱啊，透過了衛星圖資加上遠程導彈的精準打擊呢，是摧毀了伊朗的導彈能力。但實際上，隨着戰爭的推進，我們看到伊朗的遠程威脅呢，根本就還沒有被打趴，包含它遠到這個特拉維夫、以色列的土地，它也都可以持續有效打擊。那路透社更揭露，美軍的情報人士就透露呢，只能確定哦，現在美軍可能摧毀伊朗的這個武器庫，應該說這個導彈庫啊，大概只有1/3的量，代表他們還有2/3可以用。而且伊朗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還是大致完好的。這個隧道飛彈是地下程式是什麼東西？我們帶大家來認識一下。所謂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它的特徵呢，就是其實是挖一個等於是一個戰爭庫啊，它的深度可以達到500公尺，然後裡面有鐵路運輸哦，四通八達的，而且必要的時候呢，可以持續發射導彈。萬一受到什麼影響，它可以在48小時，也就是2天內來修復它的出入口。所以呢，只要這個東西一時沒有被摧毀，伊朗就一直擁有一個可以不斷發射的一個火力引擎，這樣子對整個中東國家、以色列還有美軍來造成威脅。所以請教楊老師哦，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資訊告訴我們呢，美軍他們當初以為確實是削弱了伊朗，但感覺現在伊朗受到的好像只是一些表面傷哦，真正埋藏在地底下還沒有到這個傷筋動骨的程度，而且反擊我們看到現在是越打越準了。所以你覺得戰爭進入到第2個月來說，這個風向有沒有開始有點轉變？這個風向啊，這個畫風啊，其實已經轉變，好像伊朗的反擊越來越多，然後呢越來越準，以及造成了美國的打擊越來越嚴重。你看，像E3預警機，美國才16架預警機，那這裡面有好多架事實上已經不能用了。那現在在中東地區，它調了6架過來，那1架被打掉，那其他將來整個戰鬥機起航進行加油好了。因為它中間一定要加油，對，哦，那中間這些加油機以及戰鬥機的這個安全，在過程當中都要靠預警機，所以美國的問題是第一點，它到底這個戰略目標是什麼？打這場仗，這根本沒有，不斷的在變。這場仗其實根本不是美國想要去打的，而是川普在最後一個時間點被就是內塔尼亞胡所說服，可以有一個機會。一次把哈梅尼跟伊朗成全政府的高層都給就是斬首，那成全政府應該就瓦解了。對，所以這個瓦解沒有發生，啊，所以然後呢再繼續的做轟炸，那轟炸到目前為止將近1500到3000人的死亡，2萬人的受傷。美國自己公布超過11000個目標被攻擊，
它已經出動起碼8000架次的，就是戰鬥機，100艘伊朗的船艦被打沉。但是戰爭的前3天，英國的首相就說，勝利不會從空中轟炸得到的。所以這就問題是，那你接下來呢？那所以伊朗其實他大概撐過了這一段，伊朗也停電，經濟也受影響，網絡也整個停了，到現在為止將近30天。所以他的受到的這個打擊當然很大，可是國家的存亡還是能夠延續下去。那因此，美國接下來他是不是只有地面戰爭才能夠去達成，比如說政權移轉的這個目標？那我們現在看到整個方向軍事的準備上似乎越來越如此。那甚至川普已經開始在準備一些理由，比如說石油啊等等之類的。可是他給的時間點也是到4月7號早上8點台北時間，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時間，在這個之前他就會地面戰爭嗎？還是之後他才會地面戰爭？那雙方是不是有可能透過巴基斯坦能夠坐下來談？那我覺得這個變數還很多。雙方現在都在採取了一種叫做戰爭邊緣、相互保證毀滅，然後呢對等報復的方式，看誰先轉彎，看誰先退讓。是，但我們可以確定一點，就是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對美以來說呢，絕對是不利的一方。因為現在美國國內的輿論已經燒起來啊，認為說為什麼要犧牲我美國的好男兒好女兒去打一場不屬於我們的戰爭啊，去打別人的戰爭？那別人就是剛才楊老師有提到的，就是以色列還有總理納坦雅胡嘛。那而且伊朗呢還可能繼續撐下去，為什麼？底氣來自哪裡？就來自中國跟俄羅斯2大助力的輸血。怎麼說？現在美聯社有消息傳出，俄羅斯正把一批升級版的無人機要送往伊朗。那路透這邊也指出，中國的晶片代表中芯國際他們正向伊朗軍方提供晶片製造的設備，來強化伊朗的軍事自主力量。好，委員，我想問好，現在光是伊朗一個來力抗美以，甚至是中東石油國都已經打成這樣，如果後面有中俄聯手，我不出人，好，但是我出力來提供一些戰爭後勤，來幫伊朗撐腰。那美國在被困在這個持久戰裡面，拖越久越不利。然後我們看到整個中俄2大全球軍工勢力的加入，會不會成為這個 World War III 一個導火索的點燃風險？我覺得怕說這種雖然不是直接幫助你，但是間接幫助你，會讓整個全球的體系格局有改變。對，我想會不會變成第3次世界大戰？現在言之過早但是如果美國真的像剛才這個艦長是專家提到的，說已經準備要打地面戰了，那麼我覺得這就是美國自己敲響了喪鐘了。那麼我本來還怕美國不打地面戰的，因為他打了地面戰，他就陷入了另外一場越戰了。就對美國來講，他還撐得住嗎？他2011年的時候，他的國債只有多少呢？只有14兆。14，經過15年，到2026年，他的國債已經到39兆了。接下來他再打一场像越戰這樣的一個無窮無盡的戰爭，美國就一定被拖垮。就是美國的國力，當時越戰是一個關鍵嘛，就一場越戰就把美國當時從全球獨強的這個貨幣金融體系開始不斷的往下拉了。他如果接着再打地面戰爭，那就是絞肉機啊。那麼美國在這個戰場上不曉得要再投入多少的兵力啊、財力、這個軍力在這裡了。那麼當然，你說中俄怎麼可能會就袖手旁觀呢？這是一個唇亡齒寒的關係。就伊朗對於中國大陸、對俄羅斯來說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你姑且先不要講了，對中國大陸來講，它的中歐班列是經過伊朗的。那麼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它不可能坐視伊朗被美國掌控住的。那麼你再看說，事實上在整個的過程當中，其實中俄對於伊朗採取的援助，其實有3個不同的層面哦。我覺得中美俄現在在全球在下一盤大棋，這個棋盤不是只有在伊朗，所以在伊朗的這個戰局裡頭，中俄做了它應該有的援助，比如說剛才這個艦長都提到了嘛，這種不對稱戰爭最重要就是無人機了哦。那麼無人機只要用不完、打不光。好，那這場戰爭就可以無窮無盡的打下去哦。那麼，除非今天美國把整個這個伊朗全部都佔領了，那要花好長的時間哦。那再來就是飛彈了。那麼對於飛彈的這個制作，伊朗也許沒問題，可是晶片的來源呢？所以如果中芯國際願意提供晶片，那麼你接下來對於伊朗這種不對稱戰爭的飛彈跟無人機，它可以源源不絕的補充，那麼這場戰爭就打得無窮無盡了。第二個其實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一點，中國跟俄羅斯最近在積極援助古巴，就是俄羅斯已經送了一個這個郵輪的船哦，這個
大概這2天吧，就會在進駐了這個古巴的哈瓦那港口了。那麼就是為了要援助古巴現在的這個能源石油斷供的這個危機。而中國大陸更狠啊，中國大陸送了一船的這個大米，接着又送了一大堆太陽能板哦，還有儲能設施到古巴。就是沒關係，古巴的石油就算不夠，我還有太陽能板哦，我幫你做這個太陽能的發電站，然後我還有儲能設備。那麼顯然，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做這件事情，就是在美國的後院插旗子啊！我就在你後院點火，就大家在下一盤大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要援助伊朗的方法有太多了，圍魏救趙就是其中一種哦。3月25日，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申科去訪問了北韓，對。他跟北韓達成了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啊，雙方在各個層面上都決定全面的合作。所以，當白俄羅斯、俄羅斯、北韓加在一起，再加上他們最近又結合了緬甸跟伊朗，他們說他們要建立一個全球新安全框架了。那麼這樣的一些操作，都是在這個為美國製造更大的壓力。所以美國接下来如果他在伊朗發動地面戰，那麼他根本就無暇去顧及什麼古巴，顧及其他的戰場了。那麼現在就是美國自己要抉擇的時刻了。但是我還是很開心的聽到剛才艦長的分析，說地面戰會開打，那麼美國就完了。接下來我們要持續關心川普他說了48小時內哦，這個要讓這場戰爭停下來，要不然就會發動攻擊。這期限看起來已經要到了。我們來看他會全面的開戰，還是最後又塌口呢？因為期限就是在今天晚上了。另外也會關心伊朗他不甩美國的最後通牒，3大王牌他會來出手，有哪3大呢？今天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那麼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他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的。首先第一個，川普他說48小時他會做倒數，伊朗你如果不開放你的荷姆茲海峽，那麼美軍呢會從最大發電廠這邊開始做轟炸，那麼全國電網會面臨斷電的危機，真的會發生嗎？第二件事情來關心，伊朗也說了，接下來如果你美國敢動，那麼我們也會誓言零克制，鎖定的就是美國跟你們的盟友的能源、通訊，甚至波斯灣，注意了，這是400多座的海水淡化廠，多少人使用？高達1億人口的人都在使用這400多座的海水淡化廠，如果沒有水了，中東富國還能撐得住嗎？這些富有的富豪也能夠撐得住嗎？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關心剛剛說的川普他對伊朗下了最後的通牒，那麼美軍接下來會祭出哪一些招式呢？現在說有3個，包括了要轟炸它的能源設施，動用石墨炸彈，或者乾脆派地面部隊嗎？我們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川普的最新發文，剛剛提到的，他說，如果你沒有辦法，伊朗在48小時內完全開放荷姆茲海峽，我們會攻擊各地的發電設施，並且把它摧毀。今天呢，晚上就是大限了，3招。這個美國會來針對伊朗做的攻擊，包括能源設施進行大規模的攻擊，這當中包括轟炸它的電廠、天然氣跟油田。第2招就是用他說的石墨炸彈攻擊伊朗，會造成伊朗國內的電網直接癱瘓。那麼這個石墨炸彈過去在歷史上美國用過2次，第一次是在1991年的波灣戰爭使用，造成當地85%的地區斷電。第2次使用的時間是在1999年，當時的科索沃戰爭，造成南斯拉夫70%的地區都停電。最後川普使用的招數就是直接派地面部隊了，會去直接佔領哈克島嗎？還是荷姆茲海峽的周邊呢？大家也在觀察。當然了，伊朗也不是吃素的，在川普說他要動手之後呢，伊朗也這樣說，他說會攻擊美國跟盟友在中東的能源，還有剛剛我們提到的海水淡化廠，並且呢，他們的國會議長也說了，持有或者是買進美債的金融機構也會遭受到伊朗的攻擊，這是來自於伊朗的最新說法。川普的48小時會如何來解決伊朗會可能採用什麼樣的攻勢？會是石墨炸彈嗎？還是地面戰？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來看，川普每一次的最後通牒，他其實都伴隨着他的部隊的一個進度。上一次他在講14天的最後通牒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看到美軍大規模的往這個無論是約旦、以色列，或者是周邊的國家進駐各式戰機的時候，那現在這個時間點他又來最後通牒48小時，今天晚上就到了。那真正的原因是什麼？真正的原因也就是之前
從這個日本以及沖繩出發的這個迪利波里號的這一個兩棲攻擊艦，他們快要抵達了。那它快要抵達，如果按照時間來算的話，它應該就是在這2天到達。可是呢，如果說它要進行攻擊的話，它不會直接的人員登陸，它會先有大規模的這個空中制壓的部分。那這個是我們看到上個禮拜的這個美國海軍學會所提供的一個相關資料。那個時候它還在南海，但是我們看到最近的時候，它已經完全通過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了。那它的最重要的，也就是它可以，我們剛剛講到新奥尔良，它这個两栖的那個船塢運輸艦，它可以運輸非常多陸戰隊的這一個魚鷹機以及氣墊登陸艇的部分。不過現在第2批的也已經出動了，也就是 Boxer 全獅號，它也已經從日前，但是它的距離更遠，它是在聖地亞哥，它從聖地亞哥開始起航的哦。那至於說是不是可能會使用石墨炸彈，它對於一般民眾來講是有可能的。石墨炸彈呢，它只要在這一個我們看到這一個高壓電線塔打下去之後呢，它不會損害到你高壓電線塔的本身，可是我們会看到它会有釋出非常多的石墨的這一個絲，石墨本身是導電的，然後打下去之後，它就直接的造成短路。那至於說我們剛剛講到的是不是有可能進行登陸戰呢？其實川普已經為這一些陸戰隊已經先開啟了先鋒，也就是我們在之前看到的，他們對於這個霍姆茲海峽附近的這一個山區已經進行轟炸。那他為什麼要進行轟炸呢？因為他意圖啊，從這個附近進行登陸。那這個進行登陸的情況之下，但是這附近是有非常多的飛彈的。為什麼？因為其實不用說他們用這種高解析度，我們用 Google 都可以看得到。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它的一個指揮中心。那這邊呢，有一點一點的。那這一點一點的其實看不清楚，那我有放大的，也就是我们看到放大這個每一個紅點，通通都是它的一個飛彈推出來的一個位置。那而且呢，它為什麼我們看到這個伊朗的飛彈會不斷增加？因為它的飛彈一邊射一邊造啊，而且它的製造在哪裡？它製造就在這些地道裡頭。我們看到說這個是它的製造的工廠啊，我們看到它這有窗戶嗎？沒有窗戶啊，它這個一看就知道是在地下，然後但是它並沒有一個我們現在這種工業化生產線的一個製造流程，它通通都是用人啊。那我們講到說它裡面到底還有多少，我們不知道。那也就是剛剛聶老師所講到的，無論是見證者的無人機啊，其實還有更多的是什麼？也就是有關於上面這一個巡弋飛彈，以及下面的這個反艦飛彈，其實都是打擊的利器啊。所以美國為什麼當初要去攻擊這個？我們看到啊，這就是它攻擊的這個地下掩體的部分，也就是在這個位置啊，也就是它要登陸的是阿巴斯港這個部分，也就是當它打通這個霍姆茲海峽之前，他必須要先把這個地下掩體癱瘓，人員從這裡登陸。好，這個是美國川普他說48小時內，如果荷姆茲海峽這個伊朗還不讓步的話，那麼美軍的部分會採取的行動，3大行動，剛剛艦長已經帶我們一次看清楚了。那伊朗呢？伊朗他當然也有所動作了。他說接下來他要做的事情是叫做零克制的這個計劃，瞄準的就是美國跟盟友最致命的，也就是大家每天都要喝的這個海水淡化廠。那這邊400多座的淡化廠，他說他要做攻擊。這邊供應的是1億人口，剛剛講到了。我們來看到哪一些國家特別依賴這些淡化廠？其中 CG 面板上我們看到卡達99%都是靠這一個淡化廠的，還有科威特、巴林等等，也是同樣90%以上。那如果伊朗真的去攻擊的話，還得了呢？會變成波灣公敵嗎？那重點來了，中東的這些富人撐得住嗎？楊老師怎麼看？川普在台北時間
3月22號早上的7點44分，在他的 True Social 推文，他說給伊朗48個小時，你要完全的就是放行荷姆茲海峽，否則我將會轟炸而且摧毀。他用轟炸且摧毀所有伊朗的電廠，就從最大的電廠先開始。伊朗最大的電廠是什麼？是剛才小艦長提到的那個核電廠，叫布什爾核電廠，在伊朗的西南部。那個是2011年開始啟動的，但是其他的電廠伊朗有幾十個，都大部分是用天然氣發電。所以換言之，如果照他所說的，明天早上3月24號早上7點44分就48小時到台北時間，那我們就會看到川普接下來會不會就開始發動攻擊伊朗第一大核電廠，然後接下來所有其他的核電廠，而且要把它摧毀。我把它叫黑色星期二。如果真的這麼做的話，对，我跟各位保證，川普一定踏空，不可能做这種事情。但是他會不會攻擊其他的設施？我覺得會。也就是他會把這個攻擊提升，攻擊其他的設施。因為如果真的照他所說的48小時要把整個核電廠擊中且摧毀，而且所有的其他的電廠，第一個所有的戰爭當中不會去針對這種大純粹民生式的設施，因為你會造成大量的人道的傷亡。這個還不講核污染哦，剛才小艦長有秀那張圖。那個核污染是整個海灣哦，然後呢，整個伊朗的學校、人民，然後呢，醫院又沒電，數千萬人沒電，這個會造成多大的傷亡？那扎波羅熱核電廠不就一直沒有被打嗎？所以過去我們曾聽過，以前那種好像是這個在對日抗戰的時候，讓黃河決堤。有這樣子的那種說法跟好像傳聞過，那個時代的戰爭真的是打這種形態的戰爭。現在你還玩這種戰爭，不可能。所以你有發覺到美國的政治人物、媒體或者歐洲都沒有在警告川普，你真的把那個核電廠完全摧毀，那還得了？對，那比扎波羅熱核電廠還要大好幾倍的。沒有人在乎，為什麼？因為大家覺得川普一定踏空。那當然，最重要的是，伊朗也警告你，如果敢打我們任何一個核電廠，我就打你所有的這些能源設施，我也打你海水淡化的設施，那大家就完全的相互毀滅。這種海灣地區、中東地區的相互毀滅，能源也沒了，荷姆茲海峽也不重要，因為石油都出不來了嘛。然後呢，整個核污染，人民會大量的死亡，你可以想想看，它不只是中東地區的災難，而且是數天之內就會出現的。它可能是全世界的經濟大蕭條、能源大危機。好，一方面我們看到川普他針對了伊朗提出了在軍事上面的一個威脅，說48小時內的這個軍事威脅，但是他有沒有在談判？根據美國的媒體報道，其實川普私底下還是有在談判的。也就是說，在他警告這48個小時的威脅之前，他已經要求伊朗有提出一些具體的要求，一共是6個。那其中有幾個包括5年內禁止發展飛彈、停止濃縮鈾等等。那伊朗他的回應一共是3大訴求，就是說美國跟以色列你們必須停火，保證不再戰爭，最後一個是你們必須要賠償。這一場戰爭真的有可能逆轉嗎？那聶老師又怎麼看 ？OK， 我先講一下，剛才這個有人講到一個說會造成人道傷亡，我想知道一下，川普會在乎嗎？這個人想拿諾貝爾和平獎，他要拿虛的，以他想贏，他只想贏的個性，他不會在乎，他只想做表面，我就是要和平。而他講的 MAGA 的時候呢，大家都知道，這個右派已經成為政治主流，大家都是想反戰。所以才會有那個 Kent 的這個離職嘛。但不管怎麼說，現在他也失掉了在本土他們美國本土的很多反戰的聲音啊，因為他現在就是想戰。但是還是一句話，他就是虛張聲勢。虛張聲勢，我說他牌其實沒那麼大，他喜歡用喊的、玩刷的方式。但重點是，他以他粗暴的做法，他難道虛張聲勢就不會動嗎？他就是有時候一火了想贏就不用智慧，他覺得他霸氣十足，軍武太強。
他完全錯了。我先剛剛講過，這伊朗現在做的2個嘛，一個在攻擊上，它是以完全對等反擊的方式，以牙還牙的方式嘛。這個呢，我把它稱為叫馬拉松理論嘛，它就以小放大，先用無人機，再慢慢2000公里、3000公里、4000公里，告訴你我還有更多。他預留了實力，川普會不會怕？其實他看在眼裡也知道，他怕的不是打不贏，是根本耗不起。第二個呢，我講他的攻擊戰術，防禦戰術，剛剛就講到地鼠理論嘛，邊打邊造嘛，所以你看他中間還會出來，所以川普也看不到你到底一個國那麼大，文化這麼久，人那麼多，你還有多少東西能跟我對視？我趕出去，你還不怕？其實怕的是川普。我這樣講一下哈，你虛張聲勢久了以後，請問一下對方怎麼樣？對方一硬，只要2樣東西，第一不怕死。第二很重要，看穿了你川普，他才敢這樣硬下去嘛。那他知道你可能是打得贏，但是你打贏了你耗不起，你耗下去完了，這是一個標準的消耗戰，大家還看不清楚嗎？當然我剛剛講到很清楚，他一天已經分析出來是8.91億的這個美元的消耗。請問美國的軍武，不管是飛彈，所有的戰機，所有的東西，它的庫存有多少？他真的這個全世界他所有的實力只為了打伊朗嗎？他未來不要活了，未来不用再去支援我們不要講攻擊別的國家，支援其他想要幫的這個所謂的阿拉伯也好，北約去協助嗎？他又連能力都沒有，要求人家來幫他了。請問你覺得他還敢真的一直打下去嗎？講到最後一個地面作戰，我覺得有時候啊，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想到什麼。我的認為啦，1955年到1975年發生什麼是越戰，美國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地面部隊，最後怎麼樣？阿根廷戰看到什麼那個兵嚇到都緊張，都什麼都殺，什麼都打。這不就是跟以前小艦長聽他說過，兵會受不了在水這個福特號裡面會把氣到你知道嗎？超過半年還在服役，連那馬桶都把它塞了，對不對？情緒不對啊！你這地面戰打到這個兵會受不了的，因為一拖長美國會輸。第二個，伊拉克也很清楚嘛，用一個假的化學性毀滅性武器就去攻，從2003年到2011年打了8年9個月，最後的場景是怎樣？再看看阿富汗。所以今天這個。我覺得還是一句話，川普真的太過自信，也太輕敵了。他這樣走下去的話，我覺得不只是美國霸權呢，我覺得整個 MAGA 戰線哈，把這個川普啊，最後會很容易的就把他下架。伊朗這一回是踩了以色列的紅線嗎？原因是他首度的攻擊了核設施，又或是外界所稱的核武庫哦。那麼根據伊朗這邊的飛彈最新的了解呢，它的射程已經可以衝到4000公里了。今天也會關心到另外一款射程達到3000公里的飛彈，這個是蘇馬巡弋飛彈在列。而伊朗最新針對以色列的這波攻擊，一共是造成了100人受傷哦。伊朗說了，現在包括了倫敦、巴黎都在他們的威脅範圍之內，中東戰火全面失控。今天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要趕快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了。伊朗的新一波的這個攻擊，指導的就是以色列的核心地區，尤其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城市了。這2個城市包括了阿拉德跟迪莫納。接連中彈，並且也攻擊到它附近城市旁邊的核設施，也就是外界也在說這邊根本就是核武庫吧，等於是說踩到了以色列的紅線嗎？這一波攻擊一共是造成了以色列南部許多人受傷，高達100人受傷。以色列最核心的這個核研究核心區域是可以說是首次被鎖定了。其實呢，我們看到針對這一波攻擊，以色列的民眾到現在還是相當的恐懼哦，他們是這樣說的，當時聽到了飛彈來襲到爆炸前後，非常的快速，不到30秒的時間而已。炸藥的威力實在大到他們躲到了安全室裡面，都還可以感覺到快要被震飛。還有大量的煙霧粉塵瞬間灌進到室內。原先以色列的人是這樣說的，他們對戰爭其實沒有太多的感覺的，現在終於開始感覺害怕了，感覺戰爭就在自己的身邊了。我們持續看到針對於伊朗的這一波攻擊，以色列軍方承認說沒有錯，我們真的攔不住來自於伊朗的飛彈，而外界包括了以色列的民眾也在懷疑說，以色列的鐵穹或者是這一些防空系統是否真的出現了問題呢？而外界也認為呢，這一座設施可以說被視為是中東唯一的核武庫，只是呢，以色列到目前都沒有承認過自己擁有核武。再來看到伊朗的部分了，它是不是有一個飛彈庫，而且修復的非常的快速呢？伊朗擁有龐大的地下飛彈城，這來自於 CNN 的報道。即使美國跟以色列不斷的空襲摧毀了7成這個核彈
飛彈城的這個路口，但是呢，他們伊朗的修復速度是非常快的，48小時内就能夠立刻的修復完成，讓空袭他們說啊，變成了一場打地鼠式的戰爭，怎麼樣打都打不完。而以色列呢，針對伊朗的這一波攻擊，是立刻展開了報復，針對於伊朗的核設施也做了攻擊，包括德黑蘭當地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這也是来自於媒體的最新消息。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楊老師怎麼看了？伊朗的飛彈已經打到以色列的核武庫的周邊了，是在測試核門檻嗎？下一步會不會就是這個核心的設施？以色列會不會對伊朗全面開戰，尤其是動用核選項嗎？楊老師怎麼看？伊朗在3月21號針對以色列南部的這2個不是很大的城市進行飛彈的攻擊，2枚飛彈。那因為着彈點距離以色列的核子就是等於是核彈的基地大概只有13公里。我覺得是3個意涵的第一個，其實它是報復性的還擊，因為在這個之前，以色列先打擊伊朗的核設施，叫納坦茲的核設施，差點也打到了核設施的主軸。那當然第一時間，聯合國的 IAEA 也指責，這就好像在俄烏戰爭當中那個就是扎波羅熱核電廠的一樣的道理。但是呢，伊朗的核設施先被攻擊之後，伊朗第一時間攻擊以色列的核基地，所以這是一個報復性，就表示伊朗還有報復的能力。那這是伊朗一直以來也就是他採取的是，你對我提升到什麼層級，我用什麼層級來回擊你，而且毫不猶豫甚至呢會再擴大一點。最早的時候是以色列先在3月17號攻打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氣設施，還記得嗎？我們在這個節目也談過。然後在3月18號、19號，伊朗就針對海灣國家的油設施、天然氣的設施做回擊。以色列海法港口的煉油廠也被打擊。然後呢，我們就看到3月1號又再次提高，以色列先打伊朗的核設施納坦茲，然後呢，伊朗就回敬這個叫做迪莫納跟阿拉德這2個地方，然後也造成將近100個人輕重傷。這第一點，它展現它有打擊報復能力。第二點，那就是它也展示了它到現在為止已經是70幾波，我都搞不清楚了，還有能夠去提升飛彈打擊能力，以及新型的飛彈打擊這麼精準的這個能力。所以就告訴美國，你持續再提升這個相互的攻擊的話，我其實還有更大的這個力氣在後面。昨天3月22號，伊朗也公布了他們當時發射，就前一天發射這2枚飛彈的那個發射的那個影片大概那個飛彈可能都長達10幾公尺。那個影片在媒體上也都顯現出來。第3個理由呢，我覺得就很清楚。一直都是在傳以色列可不可能會用核彈攻擊伊朗。以色列的核子事實，它是一個事實核武國，也就實際上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80年代的時候，全世界都知道。可是因为它從來不做核子試爆，它也是核不擴散條約的簽約國，所以它沒有做過核子試爆。那全世界都知道它有核子武器，多少呢？大概估計至少90顆到400顆之間，多少我們實在是難以想象。對。那但是呢，它也有陸基，陸基是發射井還是軌道，我們也不是很清楚。那它也有海基，也有就是空中轟炸的這個能力。所以為什麼在海灣阿拉伯國家都會有這個彈道飛彈，中程的彈道飛彈？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發展核武之後呢，他們發展彈道飛彈要用數量的方式來去制衡來去嚇阻以色列的核武攻擊。這一次我覺得他也就是伊朗警告以色列，如果你用核武提升了核武的話，我其實知道你的核武的這個發射點，那我也具有打擊你核武這個發射點的這個能力。所以這個表示說，其實在這3個層面呢，我覺得伊朗都展現出戰爭打到現在已經第4個禮拜了，
第24天了，伊朗仍然還是有打擊以色列的核設施，以及精準打擊，以及在警告的這個意味。好，針對於以色列對於伊朗的攻擊，伊朗也很明顯、很清楚的告訴以色列說，除了在飛彈的數量上，伊朗有很足夠的數量之外，另外其實射程也是足夠遠的。我們要來看到剛剛特別提到的以色列說的，他們認為現在伊朗擁有的這個飛彈射程高達了4000公里哦。那其中還有一款叫蘇馬的，這一款是高達了3000公里，代表伊朗已經跨越到準洲際打擊能力了嗎？我們也請艦長來帶我們看，包括它的命中率、突防能力跟它的彈頭威力到什麼樣的程度？其實我們來看到啊，美國跟以色列不斷的在跟伊朗畫紅線，可是呢，那我請問一下，那個實際上來講，這個以色列的攻擊，它有站在紅線之後嗎？那這是我們看到的啊，3月17號，其實以色列就已經攻擊了伊朗的這個布希爾這個核電廠，而且甚至連國際上都已經幫他們把，如果打壞了它的微主體的話，所可能產生的核輻射，那這個核輻射呢，直接影響的是海灣國家，而不是伊朗本身。當然，伊朗本身也會有了。那至於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核設施的部分呢，那這個核設施呢，的確是以色列的部分。那這以色列的部分之前的核設施，1970年代的時候，其實是法國協助製造的這一個核研究所，但是這一個才是現在的重中之重，這個是新蓋的，而且還在製造之中。那我們講到說有關於現在這個伊朗它的一個打擊能力的話，其實也就是它攻擊了迪亞哥加西亞島。迪亞哥加西亞島其實是在印度洋裡面的一個小島。那以前呢，攻擊伊朗都是從這裡起來的 B-52或者是 B-2轟炸機。那如果我們來看每日電訊報的時候，那它就會直接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島其實不大，但是呢，它在這一塊有非常完整的一個軍事設施。那這一次呢，真正令大家所驚訝的是它打的射程。它打的射程其實距離大概，如果我們從伊朗的南邊一直畫到迪亞哥加西亞島的話，是3862公里。那這一個，那也已經超過大家以往的認知。以往大家無論是我們看到這個流星1號、流星2號、流星3號的，以及我們看到這個卡達爾，以及現在之前大家講的尼什，其實都沒有這麼遠的射程。那這個飛彈呢，大家相信是我們看到這一個。之前大家常常提到的這個霍拉姆沙赫爾的這一顆飛彈，這顆飛彈當初告訴大家的是重量1.5噸這麼重的黃色炸藥，當初講的射程是2000公里，現在我們看到的接近4000公里，伊朗還有什麼沒告訴我們的？那這個是大家覺得最為困惑的部分啊。那至於說，其實還有蘇馬的這種巡弋飛彈。那蘇馬的巡弋飛彈呢？其實我們講到彈道飛彈跟巡弋飛彈同時重要，為什麼？因為它可以創造所謂的飽和攻擊。那再配上這一個我們講到的見證者無人機啊，那我們看到的這一個飛彈其實就長得跟戰斧巡弋飛彈非常像。如果我們來看它所畫射的距離來講的話，那它也是超過了3000公里，但是它還是打不到迪亞哥加西亞島。所以其實這一次攻擊的不是這個部分，可是最令人驚訝的是，它是不是可以打中迪亞哥加西亞島嘞？其實這個也就是我們講到一顆它是中間失效，另外一顆是美軍直接發射標準3型的飛彈攔截。標準3型飛彈攔截是如此啊，也就是它是平行對撞彈道，也就是它不是中途，它不是從中間這樣子橫的攔截，它也不是尾追，它就是平行對撞。那如果平行對撞的話，那如果我們看到以前美軍的測試，這是美軍的測試，也就是它都已經即將到達了這一個目標的時候，它才會發射。因為它就近來講，它的射高在300公里，所以我們講到說，這一次遇到這一個狀況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應該假設它可能有這個直接攻擊迪亞哥加西亞島的能力，
而且大家很懷疑說這一個伊朗是不是有這個太空實力？的確是有的啊。我們來看上一任的川普，他那個時候還在用臉書啊，他就直接講說，美國並沒有捲入伊朗塞姆南的1號的這個發射場，這個發射場上面的那個火箭直接引爆。那美國這個時候，川普直接的我們看到這是在2019年8月31號，他直接切割說這跟我們沒有關係啊。但是後來這一個火箭成功發射了沒？成功發射了，它帶着是間諜衛星。我們看到這個間諜衛星叫做海雅姆的這個衛星，我們看到它拍了這一個美國喬治亞州的這個核電廠。他拍的這個解析度，其實跟我們一般看到的星球實驗室不相上下。那他的照片也就是這一張啊。那所以我們這樣講，我們現在來看伊朗，伊朗其實給了大家太多的驚嚇，因為大家不知道原來伊朗這麼厲害。好，我們看到其實伊朗的飛彈是來勢洶洶，除了剛剛特別看到的數量的優勢，還有它的飽和攻擊跟它的射程相當的遠之外，我們看到這一波的攻擊，以色列它的鐵穹或者是它的防空系統是攔不住伊朗的，這是以色列自己官方也出來證實的。另外呢，他們想要去打這個伊朗的地下的它的基地飞彈基地，但是现在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48小時內它可以在被攻擊之後又快速的修復好，這樣看起來像是打地鼠，永遠都打不完，誰會先撐不下去？聶老師又怎麼看 ？OK， 剛才有講到說伊朗沒有想到會這麼厲害，但是我用厲害來形容，我倒不覺得它有多厲害。以全世界的軍武來講，第一名當然是美國，可是當你虛張聲勢，看起來牌很大，你發覺你的後排，整個的牌是非常小，而且後勤無力的時候呢，虛張聲勢，你終究呢，最後呢，你牌大聲小，你最後呢會死得很難看。因為你用嚇人的方式，用欺騙的方式，你會發覺，慢慢的人家會幫你看穿。尤其一個勇敢的人呢，他不會示弱。我現在要講的，他最主要是，我覺得戰法不一樣。第一個，我覺得川普打的呢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粗暴的戰法，而且是一種傳統的方式，一開始就要重擊你。這種傳統戰法呢，你用你昂貴的武器，在短期好像看似會贏，可是你知道這個剛講到為什麼會有地鼠戰法、地鼠理論這樣的情況發生呢？因為伊朗打的是一個我覺得屬於的細膩的戰。這個國家文化已經蠻持久，一個波斯帝國到現在2000多年哈，這也是有民主自信心的國家。這個國家地大人多，你要知道，當他的這個所謂的真實要承諾他的真主哈，這個我們叫真實承諾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的精神領袖其實已經去中心化到所有的可領導之人身上的時候，他們只知道一個就是反擊。當反擊的時候，他用了一個戰術就是邊打邊造，你會發覺他後勤實力是夠的，因此就要地鼠理論，打下去又跑出來，打下去又跑出來。在這時候，美國慌了。還有一個呢，其實剛剛也講到，其實伊朗打得非常清楚，他用一個反擊的戰術，所以從戰略來講，他邊打邊造是一個這個叫攻防戰略，他的戰術是一個就是完全的反擊。今天他們打了這個伊朗軍事基地，他在反擊你軍事基地，你打他油田，他在打你油田，打你天然氣，他打你天然氣。非常清楚的，他已經告訴全世界說，我今天打的就是跟美國相關的或者一切相關的所有的設施或基地。今天其他的國家我完全不想得罪，即便是赫姆斯海峽還沒有完全封鎖，我現在封鎖的就是跟美以有關的，只要來跟我報道有通聯的，說你是其他國家能放就放，像中國、印度，他還是有放啊，一天100多艘，他多少每天這樣有10艘左右還是放，他會看情況，只要你聲音好像要支持美國的，他就要幫你擱住。我覺得他這種反擊戰術非常厲害，而且他用了一個智慧的做法，我覺得他是一個細膩戰術，不像川普的粗暴，因為他是由小放大。你可以看到，所以由小放大就是說，其實軍事實力是不對稱，美國強，可是以軍武昂貴這麼的尖端昂貴的武器去跟伊朗打，你會發覺他一開始用2-3萬的無人機。那麼的量產的無人機，價錢便宜啊，價低量多，打到你的所謂的鐵穹也好，愛國者飛彈也好，所謂的薩德也好，你會發現用幾百倍的這個昂貴武器來抵擋它之後，你會發覺哇，再好的防彈衣打久了就要丟掉，人家只便宜的子彈就打到你防彈衣都不夠了，所以它鐵穹也灰掉。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戰術戰略，現在伊朗打到人家會怕，所以它由小放大，而且預有了實力。它的後勤補給也夠，所以我覺得現在打到最後一個東西叫核。我跟你講哈，當你去一直威脅它打到核的時候，雖然它只有60%的所謂濃縮鈾的製造，它打不出核彈。重點
它可以做出一個散布核，讓這個核散布，然後影響到你整個以色列，讓你也沒有辦法活得下去。所以呢，你不要惹它的核，它就不會去把它，即便還沒有完成熟的核去影響到你。所以如果川普講了48小時，你再不聽話，我就要收復你的時候，這時候伊朗還是不會低頭嘛，已經很清楚，這時候世界毀滅。我跟你講，這個所謂的不對稱戰爭，最後輸的最慘的還是川普。為什麼呢？第一個，軍武這個尖端昂貴武器的不對稱，這個價值的不對稱；第二個，代價的不對稱，全球經濟受到拖累。他現在要把全球都拖進去，你知道嗎？他的北約國家，他的所有的盟友，甚至中東阿拉伯國家都很難相信他了。他甚至要阿拉伯國家所有人來幫他去打，所以他會拖全球下水。這個所謂的國際聲譽的。這個所謂的不對稱也出現了，這時候伊朗好像越打越有聲譽，而這個所謂的美國在全世界不對稱打下去，而這個霸主80多年霸主，可能就這時候呢就敲起了霸主的喪鐘。